下，就是那循环呼吸有哪些，就是你的系统里面有哪些阶段？好 ，OK， 所以这本书里面呢，就是自己开发了一个系统，然后循环呼吸，我觉得它可以分成3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 cute， 装可爱。好，第二个步骤是 sync， 同步。第3个步骤是 connect， 连结。简称 CSC。OK， 3个步骤。好，对。那这3个步骤就是它的细部是什么？细部呢，就是第一个要装可爱，因为我们在循环呼吸的时候会常需要，你会这边会鼓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鼓起来的状态就很像什么？女生自拍的时候，或者是小朋友生气的时候。OK。对啊，虽然他在生气，可是我觉得很可爱，所以就是装可爱。好，很好记。对。好，然后 sync， 对不对 ？sync 同步的意思就是说，循环呼吸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鼻子要吸，同时你嘴巴还可以吐气。对，你必须要循环呼吸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持续吐气。这个名字是从 Michel DeVos 一个长笛大师来的。持续吐气，我们才有办法一直把气吹下去，也就是造成气不会断掉的这个现象。OK。对，所以 sync 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同时吸跟吐。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那连结。连结就是我们这个完了之后就要使用在乐器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怎么样可以，然后还可以这样，还可以再接回来。因为正常来讲，大家可能会就没了，就没有办法再出去了。对，我就是这样，就会卡住。所以这个连接是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怎么它就会比较专注在怎么使用到你的乐器上面去。对。好 ，OK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实际操作看看。可以哦。我觉得我今天有可能会学会吧。如果资质很高，应该很快啊。我觉得应该会很快就可以学会了。好，通常你教学生他们就是平均来说，学会这个循环呼吸，从不会到会，大概需要多久时间？我最快的学生大概就是3天。像属于长笛老师类型的，平常有在教学也会教自己的这种长笛音乐家，大致上就是花5到7天。然后像一般学生大概就是1个月会比较容易上手。对，我目前的经验是这样。好，蛮快的。对，还是蛮快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到实作的部分啦。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我可不可以学会？好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对，好。我的经验是应该第1天就可以会，我在场的话，前提是我在场的话。也对，宇泰在场的话。好，那我们第一步呢是要第一步 cute， 要先装可爱。你看我在装可爱？没有，不是我的 style。那今天要稍微装可爱一下。好 ，OK。对，然后鼓嘴巴这个动作呢，就是要让我们双唇双颊真的完全放松。我一定要跟你一样做错。要啊。你好，没有气势哦。对。这样吗？还要皱眉头。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试试看能不能用鼻子深呼吸。然后能不能吐气？鼻子吐气。对，是可以的嘛？可以。对。好。所以同理呢，你现在一样的动作，但是把你的双唇的最前端露一个小洞看看。先鼓起来，不要漏洞，然后慢慢的漏一个小洞。一个小洞。怎么会这样？小洞。刚刚是很大的洞的。对。像针一样的小洞。对，但是先从没有漏洞开始。为什么有点困难？对，就当然平常嘴巴太紧。对，正常来讲就是当你把嘴巴鼓起来，前面漏一个小洞，你的气就会自然的消出去了。对，然后
漏一个洞。我有漏一个洞，太大洞，好，可以这样对吗？这样是对的。OK， 好。然后你尽可能让它自然的消出去。好。对，这个这边的话真的好陡，真的很陡哎，我刚刚在抖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就知道我在场呢，通常就是会使出我的金手指。不要害我笑。然后你把嘴巴鼓起来，好，不要动哦。因为再鼓起来，再鼓起来，好，不要动哦。这样是正常吗？对，这样是正常的。好，就是挤出去的时候，会的。对，会。这样。对，我们需要就是习惯这个动作。对。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是在用手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阶段用手比较好，比较容易帮助自己，因为可能你的两颊这边的肌肉还没有练出来。我觉得。对。对，所以如果习惯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先把嘴巴鼓起来，然后尖端真的是尖端露出一个小洞，让你的气自然的流出去。好，所以就是这完之后呢，我们刚刚有说过，我们可以在把嘴巴鼓起来的时候，同时用鼻子吸气，对不对？哦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习惯了之后呢，有意识的让你的这个嘴巴的最尖端慢慢的露出一颗小洞，让你的气自然的流出去，但是保持鼻子正常的吸气跟吐气。酷哎！有感觉吗？有，就它就消掉，对不对？就是让它慢慢消掉，然后同时呼吸嘛。对。哎，来我看看。对，有。这样算有吗？这样算有。因为认真呼吸之后，它就自己吧就不见了。对。哦，好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一阶段装可爱。装可爱完之后，我们其实已经做到连接了。连接就是当我们可以这样做，但是现在还算是无意识的连接到。对，慢慢我们要变成第二步有意识的同步到。对。好 ，OK。整个里面都要是感觉是往下拉开的。你说往下拉开的意思是？就是下巴整个。哦，就是等于是那个有种像小舌头往上抬的感觉，这样吗？有一点那个感觉。还有一点喉头往下压的感觉。对，有一点那个感觉。是这样子。是的。这个是特别在循环呼吸里面要做到这件事情吗？因为它是不用特别做到这件事情，可是要练习这个事情。因为我们在吹长笛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卡住，所以我们要练习让它习惯性放下来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学长笛的时候，好像老师也特别讲，说喉咙要打开，常会说喉咙要打开这件事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就是要喉咙打开，就是当你想要讲声音比较低的时候。对，现在顺带老公说吼的时候，就是喉咙打开了。对，了解。但是喉咙打开，很多人可能讲。喉咙打开，反正是压那个，对，它是用压的方式打开，那这样会连带你的气就被压缩上去。但是真正的喉咙打开，应该是说你的下巴有拉下来的感觉，下巴一拉下来，你看我声音讲话的方式都不一样了，对，是这样。然后舌头放好，那个你的声音就会非常的低沉圆润，这个时候呼吸的喉咙就打开了，吹气的时候。就比较顺畅，对不对？顺畅。你说舌头放好是要放平吗？放平，稍微有一点贴到牙齿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先尽量稍微有点碰到牙齿的感觉，这样你才不会乱吐，才可以确定说你没有跑掉。好像是因为你在喉咙上就是打开的那一瞬间，舌头会自然的往后缩，对不对？尤其吹长笛，对不对？对，尤其吹长笛，长笛人就很容易吸气的时候，舌头就往后缩了。吐气的时候，舌头就不自觉的拱起来，那这样反而气管就被塞住，对，会造成你的声音变得非常的细，然后气声非常的虚，然后气不足的这个原因。原来是这样，好，所以循环呼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反而是要更注意这点。对，而且它可以帮助你的口腔，帮助你的喉咙打开，舌头也放好，口
腔里面空间扩大，你的气自然就多，声音就扎实。对，声音就会匀分。对。看完刚刚的影片，希望你们对循环呼吸都有新的想法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了按喜欢以及订阅我的频道，之后会有更多关于循环呼吸的续集。我们下次见。